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23期。在今天内容开始之前呢，我先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一份我近期发现的宝藏地图。图上这个呢就是伦敦，我们看到啊，这个是白金汉宫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如果我们以此为中心范围，依次点开东南西北几个方位，感觉上像是打开了花花世界。这些小方块呢，它都有自己的名称。我在当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点，它们当中很多都包含有boy， 比方说 Bermondsey Boys、London Field Boys、Holly Street Boys、Cherry Boys、Ferry Boys、Cherry Boys， 听起来很甜美吗？这是伦敦男子公关手册吗？还有一些名字，比方说 KG Blood、Maryland Blood、Bloodline， 这些名字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危险的气息。这份地图呢是去年出现在 Reddit 上面的伦敦帮派大全，拼凑出了在伦敦的街头进行角逐的200多个帮派，他们的势力范围。大部分的帮派呢都是在伦敦的东部活动，大概有61个；伦敦的南部跟北部呢大概各有50个；伦敦的西部最少仅列出了35个。根据大都会警察局的数据呢，伦敦目前被警方认定的帮派成员有2498个。与帮派紧密联系的持刀犯罪呢，就是英国社会的一个沉疴旧疾。虽然犯罪频率还远远没有达到让民众步步惊心的这样一个程度，但它给社会安定呢和居民生活确实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和一丝隐忧。这些暴力犯罪行为呢，通常都不成比例的集中在大都市地区。2018年的数据显示呢，英格兰跟威尔士的持刀犯罪当中呢，32%都是发生在首都伦敦，每10万人当中呢就169起与刀具有关的犯罪。伦敦之外呢，发生率最高的地区呢，就是大曼彻斯特地区、西米德兰兹郡和西约克郡地区，每10万人当中分别有129起、118起和116起。帮派间的持刀斗殴之外呢，这个危险的刀尖殃及到普通人最多的犯罪类型就是抢劫。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呢，2018到2019年度持刀犯罪当中，恶意袭击占了46%，而抢劫占了42%。为了更好的追踪呢，伦敦市政府专门就持刀犯罪进行了一个调查跟分析。那么我们也给到大家最新的数据，在伦敦的32个自治区，也就是 Borough 当中最高发的前5名。第5名，伦敦北部的 Enfield， 过去1年呢，它是发生了626宗。第4名，伦敦东部的 Newham， 过去1年它是694宗。这里的犯罪热点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熟知的 Stratford。第3名，伦敦南部的 Sussex， 过去1年是720宗。第2名呢是位于市中心的 Westminster， 那么它的犯罪热点地区呢是 West End， 这个地方离 Chinatown 非常的近，过去1年呢它是795宗。第1名呢就是位于伦敦北部的 Haringey， 过去1年呢它是796宗，它的犯罪热点呢就是 Tottenham。如果你关心伦敦你所在的这个 Borough 什么状况的话，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是以颜色的轻重来区分它的程度的。这些高发地区呢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密集。在媒体的新闻上呢，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帮派的血腥斗争当中，死伤者常常是10几岁的青少年或者是孩子。在这些流血事件当中呢，青少年他既是行凶者，同时又是受害者，而他们所代表的团体呢，就是大家常常提到的英国版熊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来到英国的时候呢，常常被身边的热心人提醒你千万不要去惹街头的熊孩子。英国的问题少年呢是如何跟帮派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始终无法斩草除根呢？那就要从将近200多年前来追问答案了。1833年呢，英国第一次规定了童工法律，所以年幼的儿童呢就没有办法再通过在工厂工作来给家庭做经济贡献。那大人呢整天要上班，孩子呢就流连街头。那些年纪比较大的青少年呢，因为失去了原本赚钱的途径，所以他们就转而去偷窃。那一个带一伙，它就形成了一个团伙作案。早期的团体呢，它是以家庭为中心，后来就扩大到了区域，形成了帮派。那帮派这种特殊的环境给这些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的孩子提供了他们所渴望的尊重跟强烈的归属感。孩子们在学校和家庭之外去寻求友谊和保护。所以许多早期的帮派，它的名字里面呢都包含了当地的地名，比方说像孟加拉虎，它其实起源于曼彻斯特的孟加拉街道。还有一些团伙呢，它会通过统一的服装，像那种 dress code 来表现自己的身份。所以在很多关于英国早期帮派的那些影视作品当中，我们可以通过那些一窥上世纪那些臭名昭著的帮派的风貌。100年后的今天呢，不管是在伦敦、格拉斯哥、曼彻斯特还是纽卡斯尔，那些旧的犯罪团伙的家族呢，纷纷的在消失。帮派也在发生改变。最外在的特征之一呢，就是他们对于领地的看法已经改变。邮编所代表的街道区域呢，不再被视为神圣的领地。这个背后演变的主要2大原因，就是毒品市场的发展跟社交媒体的兴起。说到这个毒品跟帮派的关系呢，20世纪的80年代，利物浦这个城市呢，就因为海洛因这些犯罪问题，被媒体贴上了流氓城市的标签。与此同时，利物浦的几个犯罪团伙开始发展成为贩毒集团。利物浦黑手党呢，成为英国第一个发展起来的贩毒集团。有媒体报道，在爱尔兰跟
跟英国境内的非法毒品分销网络，乃至地中海一些度假胜地的非法毒品分销网络，如今都被利物浦的几个贩毒集团牢牢掌控。当毒品成为帮派主要盈利的行业之后呢，它就需要不断扩大的劳动力来保持这个商品流向吸毒者。在团伙里呢，年轻的帮派成员他们要保护一个地理区域，确保商品的有效输送，而且要保护团队里的高级成员不被发现。他们布局了一个新的犯罪网络，名字叫做 County Line。在英国，越来越多的帮派参与到将毒品走私到远离大城市的农村跟小城镇当中。County Line 是指专门用于这项行动的电话号码或者是路线。这些组织呢，招募弱势儿童，包括被学校开除的一些儿童，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啊，通过债务奴役的方式进入到这个组织中。什么意思呢？因为赌博或者是吸毒，借了帮派的钱还不上，所以他只能通过进入到这里服务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另外一些人呢，则是由于自身本身就处于这个社会的边缘而自愿参与这个组织，他们也把这项行动呢叫为出城。每当暴力行动与帮派有关的时候，它越来越多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护毒品市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纯粹为了维护帮派的名誉而斗殴，乃至于伤及无辜。这也是为什么问题少年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地出现在街头挑衅陌生人。犯罪团伙呢开始非常排斥那种外在表现出明显的团伙特征，因为这个会引起警察的注意，不利于生意。用媒体评论人的话说呢，他们成熟了，开始在警察不知道的新地区开展有利可图的 County Line 行动。与此同时呢，社交媒介开始重新划分了地域街道。对于帮派来说啊，实体街道开始逐渐变得无关紧要。越来越多的帮派减少在街头暴力中出现，这是好事吗？从我们普通路人的角度而言，是好事。而帮派转移到 County Line 这个战线呢，可能意味着与帮派有关的暴力行动比人们亲眼目睹的还要多。2018年这一年呢，伦敦有100多起谋杀案，其中1/3的受害者年龄呢都是16到24岁，其中许多人被认为与帮派有关联。多数的流血事件的起因呢，也是帮派的毒品利益之争。County Line 这种新型的运作方式呢，不再是基于过去的地域占领之争，它更多是基于对人的剥削，利用青少年的无聊、迷茫和贫穷的现实。帮派的老大们利用虚假的承诺去引诱孩子们加入到这个毒品的交易当中，然后通过债务跟其他的胁迫手段呢，束缚住他们。与100年前相比呢，今天年轻的帮派成员们因为涉及到了这些非法交易当中一些敏感信息，所以他们想要走出帮派改头换面的可能性变得更小。有关英国帮派文化的前世今生呢，今天这期就聊到这里。回到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份伦敦帮派大全，如果你感兴趣自己生活的地区呢都有哪些帮派，有哪些 boys， 可以移步我们的链接进行查看。对了，附上我的温馨提示，如果你在外形单影只的时候呢遇到了熊孩子，尽量避免跟他们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他们可能携带刀具，第一时间找警察。第二就是呢，不要边走路边看手机，被飞车党抢手机抢包的可能性呢虽然只有1/1000，但是你也要尽量的保护好你自己。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一定要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生活文化话题。你是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